女教师身穿红裙，在大雨之中边哭边走，身后突然出现一个黑衣人，用手捂住女教师甜美的嘴，将浑身雨水的甜美拉进了小胡同。此时的大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这一切发生在转瞬之间。胡同的尽头有2扇木门，进去木门是一个平房小院。进屋之后，黑衣男人把甜美往床上一扔，摘掉黑帽子，用干毛巾擦了擦脸上和头上的雨水，然后便把手伸向女教师甜美。因为刚才在大街上捂住甜美的嘴的时候，黑衣男手里有一块手帕，手帕上喷洒了药水，闻到药水2秒钟，甜美就昏迷了。所以此时的甜美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连意识都没有。就在这时，突然啪嗒一声，把这个黑衣男吓了一跳。他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屋角的衣柜，声音似乎就是从那个衣柜里边传出来的。黑衣男木雕泥塑一样，一动不动，等了片刻。那衣柜里边安安静静，没再发出声响。大概是我的幻觉。想到这儿，黑衣男继续他的无耻行径，对已经失去意识的女教师甜美要任意而为。刚拉开红裙子上的隐形拉链，咕咚一声，这回声音更大更清晰了。虽然此时屋外狂风暴雨的，还时不时电闪雷鸣，但是可以肯定，就是那衣柜里边发出的声响。莫非里面有人？还是谁家的猫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想到这儿，这位黑衣男机灵一下子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难道大白天的闹鬼不成？使劲壮了壮胆子，黑衣男蹑手蹑脚的来到衣柜跟前，抬手猛然拉开衣柜门。他是大吃了一惊。你？没等他第2个字出口，脸上便重重的挨了一拳，身体向后一倒，刚好后脑勺就碰在了墙壁上，当时就昏了过去。由打衣柜里边钻出来一个小伙子，他打倒了黑衣男之后，来到床边上，替被劫来的女教师甜美整理衣服。原来这位小伙子是女教师甜美的男朋友，名叫任一时。前不久，任一时因为丢掉了高薪工作，被女朋友甜美的父亲逼着跟甜美分手了，与任一时合租房子的朋友贾兴抱打不平。老弟，哥哥我找个机会替你出出气。任一时苦笑着摇了摇头。老贾，有什么好出气的？我丢了工作，现在是前途渺茫，人家的决定很正常。今天一早，任一时乘坐出租车去赶火车，打算回老家几天。半路上下大雨，出租车出了故障，任一时就冒着雨走回了出租屋。等他关好门，这才发现原本在床上睡觉的贾兴不知道哪儿去了。刚想坐下歇会儿，忽然院门一开，透过窗户，任一时就看到室友贾兴背着一个人，浑身雨水进了院子，直奔屋门。第一感觉准不是好事，任一时来不及多想，噌的一下子钻进衣柜。他想看一看贾兴到底要干什么。透过衣柜门的缝隙，任一时这才看清楚，原来被贾兴背进屋来的正是自己刚分手的女朋友甜美。他这才冲出衣柜，一拳打倒了贾兴。现在无论任一时怎么喊怎么摇晃，女朋友甜美就是醒不过来。可倒在地上的贾兴却醒过来了，他爬起身来扑向任一时，想要置任一时于死地。因为贾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2个人很快扭打到了地上，眼瞅着贾兴占据了上风，任一时被他骑在身上，快被掐死了。
田美终于苏醒了过来，强忍着头晕难受，田美抄起玻璃底座的台灯，狠狠地砸在了贾兴的后脑勺上。最后好不容易，任医师在田美的帮助之下制服了贾兴，一同将贾兴扭送到了派出所，报了案，做了笔录。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贾兴以前曾经多次作案，是一系列连环奸杀案的行凶者，直到这一次才算是被抓住了，判处了死刑。任义时和田美又回到出租屋，田美表示不想跟任义时分手，他要回家去，拼尽全力，无论如何也要让父亲田牛镇不要再干涉女儿的婚事。这对恋人在这间出租屋里是哭一阵笑一阵，紧紧拥抱在一起。第二天回到家，当田美一反逆来顺受乖乖女的常态，向父亲田牛镇一说自己还是要嫁给没有工作从农村走出来的任义时，田牛镇火了，我都是为了你好，怎么你这孩子就这么不听话呢？爸爸我一个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不行，绝对不能找个无业游民。说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就把女儿田美给锁在了家里，不让出去了。反正现在是放暑假，你就在家里待着吧，吃什么饭爸爸给你做。于是田美给男朋友任义时发消息，让任义时去报警，请警察来阻止他父亲田牛镇限制女儿人身自由的行为。任义时也没多想，直奔辖区派出所。到了门口，一只脚都迈进派出所的大门了，忽然一转念，哎呀，不行，我这报警倒是简单，问题可能暂时得到解决，小美会被她爸爸从家里放出来，可他老人家一旦知道是我报的警，那不是更得怨恨于我了吗？对，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任义时用手掐着太阳穴，在大街上转了好几个圈。哎，有了，我找个合适的人劝说田美的爸爸，倘若能做通老爷子的思想工作，那不就皆大欢喜了吗？通过手机信息，任义时跟田美一说自己的想法。田美说，除非你能够到北京把我妈妈找来，跟我爸理论一番，大概才有可能让这老头放我出家门。当晚的火车，任义时就赶到北京，按照田美发过来的地址找到了他母亲的住处。没敲门之前，任义时十分紧张，因为他知道田美的母亲郭飞凤阿姨与丈夫田牛镇已经离婚20年了，就连田美也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她的妈妈了。哎呀，这位郭阿姨到底好不好说话呀？该不会比那田老爷子更难对付吧？那可就太糟了。硬着头皮一敲门，田美的母亲郭飞凤正好在家。任义时自我介绍了身份之后，直接就说明了来意。郭阿姨，我和小美的意思是想请您回一趟唐山，去劝说小美的爸爸，我的田叔叔。说完，任义时就用非常诚恳的目光瞅着郭飞凤。郭飞凤低头想了想，然后一抬头，好吧，虽然我很不希望见到田美她爸，但是为了女儿，我就去一趟试试看吧。2天之后，郭飞凤阿姨在任义时的陪同之下，来到了田美和她父亲田牛镇的家门前。敲门之后，在屋里一听说是前妻来了，目的是劝说她同意女儿的婚事。田牛镇老先生比较生气，根本就不给开门。别的事情都好说，这个事儿嘛，我都是为了女儿好，你就别管了，回你的北京去吧。郭飞凤与任义时在门口徘徊了3个多小时，楼上楼下跑了10几趟。最后时间太晚了，郭飞凤不想在唐山过夜，
于是暂时先回北京去了。郭飞凤走了之后，到了后半夜，女儿田美一时想不开，也是跟爸爸赌气，她打开卧室的窗户，纵身一跃，跳楼了。好在他家只是3楼，而且1楼刚好有个遮阳棚拦了一下，那也是摔成了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医生告诉田牛镇，手术很成功，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这腰上的情况不太好，很可能会终生瘫痪，要积极配合恢复治疗才行。另外，要让患者保持心情愉快，不可以情绪激动。你们做家属的一定要注意啊！说完，主治大夫转身离开。这时候，田牛镇后悔极了，顿足捶胸。站在一旁的任义时比老田还要伤心，早已经泪流满面。尽量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这才走进病房，看望受伤的田美。任义时主动承担起了陪护田美的责任，对她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田牛镇呢，再也不提反对他们婚事的事情了，对任义时也是十分客气。这一天，田牛镇在家炖好了鸡汤，要送去给女儿喝。刚到医院门口，碰上了一个20多年没见的老熟人，前妻的同学闺蜜范婉婷。原来这位范婉婷一直在美国待着了，这次是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国来照看老人身体的。老田，你这是怎么回事？谁生病了？飞凤呢？哎，说来话长，我女儿在这儿住几天医院，我跟郭飞凤啊早就离婚了。什么？你们离婚了？你俩感情那么好，怎么离婚了呢？范婉婷大瞪着俩眼，十分惊讶。田牛镇这才说是我的前妻，您的闺蜜郭飞凤，当年在澳门回归那天晚上，你们同学聚会之后，她一夜未归，出轨了你们的男同学，一个叫袁忠的，所以我才跟她离了婚。范婉婷一拍大腿，哎呀，老田，你误会飞凤了。澳门回归那天晚上，同学聚会完了之后，飞凤是一夜没回家不假，不过她一直都在我家呀，跟我睡的一张床，我俩彻夜长谈聊天来着。因为当时我马上就要出国了。此时的田牛镇紧盯着前妻的这位闺蜜范婉婷，范婉婷看出来了，她是半信半疑。老田，另外我还告诉你，袁忠是我的丈夫，那年跟我一起去的美国，我敢保证，当初你一定是误会飞凤了。飞凤也是，她就是脾气太倔，肯定是不愿意向你解释，赌气离婚的。范婉婷又说了一些个细节问题，田牛镇这才彻底相信，当年啊，自己的确是冤枉了妻子郭飞凤，最终导致的离婚。在范婉婷的劝说之下，田牛镇决定了，等女儿一出院，就去一趟北京，向前妻郭飞凤道歉，以求得对方的原谅。可是没过几天，郭飞凤得到了消息，说是女儿受伤住院了，她立马就赶到唐山，来到医院，冲进病房。一看女儿伤得这么严重，郭飞凤十分难过。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医生来了，仔细检查了田美的身体之后，做出决定，为了恢复伤者双腿的功能，3天后进行第2次手术。简短截说，手术非常成功，只要回家再加强康复锻炼，大概半年之后，田美的身体就可以恢复如初。全家人高兴极了。这时候田牛镇才开口，把巧遇郭飞凤的闺蜜范婉婷说了那一番话的情况完完整整向前妻郭飞凤说了。飞凤，当初怪我太年轻，醋劲儿太大，冤枉了你这么多年，对不起。说完深鞠一躬。郭飞凤也很意外，
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他眼含泪水，嘴唇颤抖。哎，我早就不怪你了。再说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脾气古怪，没有跟你好好解释，都是赌气闹的。这时候，老同学闺蜜范婉婷以及她的丈夫袁忠推门闯了进来。哈哈哈哈！你俩还等什么？赶快去复婚吧！听了这话，田牛镇与郭飞凤都有些局促和尴尬，而病床上坐着的女儿田美以及田美的男朋友任一时是鼓掌大笑。